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的影片主题是秋刀摇滚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那今天影片用大账来实测，因为我们的小账还没有抽装备，那大账在前几天的结算有意外的就抽到一把秋刀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灌满来放在摇滚身上。那今天队伍一样使用的是5人阵，然后不使用狂徒部长，毕竟用狂徒部长的话，我们就不好看出摇滚的打击效果。那当然我也把鲁迪乌斯拔掉了，毕竟鲁迪乌斯的伤害其实也是蛮高的，只留下马路希尔这个伤害比较低跟偶像沙利这2只角色作为辅助。那第一场打的还算蛮顺利的，毕竟赌徒的控场还可以。那你其实可以感受到摇滚的伤害跟狂徒部长是差蛮多的，狂徒部长很可以常常一枪扫下去，对方就直接蒸发。那摇滚有时候要多轰个好几下，才可以看到一片角色蒸发的情况。那第一场我方很轻松的拿下顺利。接着来看到第2场对战，第2场对战对手有飞翔角色是妖精兔兔，所以我把偶像沙利换成骑士沙利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比较容易把克制妖精兔兔，不然我家可能很容易就被爆掉。那对手堆宠的速度其实是蛮快的，可以看到我方的进攻虽然其实算蛮猛烈的了，但对手角色其实一直保持在不少的数量。那这边我的暴风雪没有开无敌，是因为我刚刚已经先开掉了，所以其实刚刚的情况是有点小紧张的，一不小心可能就有在暴风雪的情况下被灭团。但我运气很好啦，那对手狂徒刚好都没有成功把技能命中在我方角色身上，所以我方在暴风雪的情况下是存活下来。那这场我靠着阿克亚其实是堆了蛮多角色的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才有办法慢慢的退回去。那这时候对面的打手狂徒跟摇滚其实持续在对我方输出，所以在这边我就有点紧张，所以就开了大雷雨。那这个大雷雨其实让我的局势变得是更加危险，可以看到刚刚一瞬间我方的角色只剩下一些辅助角色，摇滚熊大感觉几乎是直接消失。那这时候甚至到 hurry up 的时间，很可能随时都被对手反杀，但还好我是成功压制住对手。再看到第3场对战，这一场对方一样有妖精兔兔，所以我就把骑士沙利先带着，没有放掉。那这场对手有这个月的新角色帕瓦，那帕瓦其实他的攻击技能前摇是蛮短的，所以很容易就可以把技能命中在我方角色身上，算不是比较不容易被断招的角色。不过我方的角色其实也是堆得蛮快的，那也用的对面的萤石，先慢慢的用打后排的优势把对手的角色先轰掉，所以这场我方进攻是算蛮顺利的。那说实话，摇滚熊大有这件装备当然会是比较好，因为毕竟它输出大概可以再乘以 1.3 倍左右，但实际上的效果会不会很明显，其实我个人认为差异是不会到太大啦。毕竟摇滚熊大它输在狂徒部长的部分并不是技能伤害的部分，而是基础数据就输了一大截。当然技能伤害其实也是有小输一些啦，不过现在有这把秋刀是可以弥补一下狂徒部长的土方特质，但整体来说土方特质还是会比较强势一点，毕竟它是同时拥有强化技能伤害跟属性强化的。秋刀是武器是没办法使用属性强化，是稍微可惜一些。接着来看到今天的最后一场对战，最后一场对手就没有飞翔的角色，所以我就把偶像沙利的那一格位置换成暗瞻，变成2只控场，然后1只辅助真宵跟跟摇滚熊大作为打手。那可以看到这场暗瞻的表现是相当的好啊，他直接把对手的后排几乎常驻的变10项，那没有变10项的角色有些也是直接在电晕的状态。所以这场我方虽然一直被对手的角色歼灭，但整体来说还是堆宠堆的算顺利的，有办法牵制住，那就可以慢慢堆角色，就有机会慢慢反杀回去。那现在我这边其实是可以开大雷雨，毕竟跟刚刚的情况是不太一样啦。现在我方开大雷雨应该是不会很危险，因为我方的角色其实数量是蛮多的。但这里我想说省一下道具，所以就慢慢推回去。
加上这大雷雨，其实我也是想说留着做备用，以免对面的狂徒部长可能集体有发生集体扫一枪的情况，那这样子我就可以用大雷雨先避一下。不过一直到战斗结束，其实对面的狂徒部长都没有成功的扫出来，所以我方角色其实是越堆越多，几乎是没有在死的。那可以看到对手现在角色出来，不是被变身就是被电晕，要不然就是被摇滚球大直接轰掉，所以这个整体的打击威力是超级优秀啊。你觉得秋刀的摇滚熊大是否强势呢？那你觉得如果有秋刀的话，摇滚熊大是不是能在传奇段位继续存活呢？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。